哎，你猜这是哪儿？这是雄安啊，雄安的中关村科技园。给我的印象是，就是没人，人太少，都是楼。哎呀，你看，站在马路中间，没人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去年11月份开工，到现在挖了2大坑，连个柱子都没建起来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整条街整个片区都没人，你说你在这儿开个粥粉面小笼包，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呢。雄安新区是北京当局在2017年4月1号正式设立的，当初被定位成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散地，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力推的重点项目，并且称其为是千年大计，誓言要将雄安打造成下一个深圳、浦东。雄安建设至今已经有8年了，据网友拍到的视频可见，雄安虽然是高楼林立，但几乎是一座空城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这个是雄安站，这个偌大的站厅里边呢，旅客呀稀少。那么目前呢，只看到一位背包的旅客。现在是2025年4月26号，今天是周六的下午4点。这边呢是铁路的进站口，地下的部分呢是暂时不开放的。这里边呢就是公交车的下客区，可是呢也是没有旅客的。地面上虽然标志着铁路进站口南，但是呢偌大的进站厅啊是看不到旅客的。这么恢宏大气的建筑呢，也是显得特别的空旷。进站口走到这儿呢确实很凉快啊。进站的旅客呢人不多，可以说是十分的稀少啊，也是需要安检的。没买票能进吗？不能进啊。那里边呢看起来也是没什么人啊。截至2024年，雄安新区的常住人口约为136万人。为什么在街上看不到人呢？雄安人都去哪儿了？今天打卡看一下啊，雄安新区4所大学，第一所是北京理工大学雄安校区，这个校区呢还没建呢，只是圈起来了，看里边都是荒草，一点动工的迹象也没有。这边也是一样啊，都是荒草。这个学校应该还没有开工。然后呢，这只有一个环卫工人在这打扫卫生。对面呢是北京协和医院啊，这边的公交已经通了啊。这个站点有4趟车，213、213、K12 和 K1。这个 K1是通雄安高铁站的，还是挺方便的啊。再看它的周边环境，继续往前面走啊，是另一所大学，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。这所大学啊，和前一所一样，也是没有建设，只不过圈起来了。然后它这边的展示啊，都已经贴上了。看这几张设计图，感觉建设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啊，绿化做的也非常好。再近距离看一下啊，里面基本是没有动工，一点动工迹象没有。旁边动工的应该是另一个项目啊。继续往前走，就看到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公交站，这里看着好像已经开工了。这是地质大学的正门啊，这里已经有保安了，应该是动工的，因为只有动工它才会有保安，不让别人随便乱进。这里边的路已经铺好了，而且有些建筑已经开始建了。刚才跟保安聊了一下，他们说好像是预计2027年完工。随后博主又到第4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，那里已经开工了，路已经铺好了，也有保安了。博主和保安聊了一下，问他这个项目什么时候竣工。保安说他也不知道，不过博主看他的工程进度跟上一所地质大学差不多，应该也是预计2027年左右完工。北京人创业失败，离家出走来雄安的真实生活。很多人以为我是砍价能力强才租到了这么低的价格。朋友们，
真不是我砍价得来的啊，我是一分没砍啊。这价我听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相当震撼了。便宜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这儿目前房多人少，拆迁户呢平均人手好几套，但现在外迁过来的就只有少数的国企、央企人员。而且政府针对这类的数节企业还给配建了带有补贴性质的人才公寓。我打听了下啊，这种公寓的租金要比正常的市场租金还要低。那这不就是既抢了租赁市场的客源，还进一步压低了市场价格吗？所以导致这拆迁户啊想尽快租出去自己的房子，自然会压低价格，不然就只能搁置喽。雄安最大的商场是奥特莱斯。让我们随着博主阿静的镜头看一下那里的情况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雄安奥特莱斯的全貌，看一下这个商场建得非常的漂亮，占地面积也非常的大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通往那个负一楼的了，现在那个负一楼的人也非常的少啊。那我们进到这个雄安奥特莱斯1楼这里了。下面就大家一起来看一下1楼这边的情况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个雄安奥特莱斯1楼这里啊，冷冷清清的，都看不到什么人前来这边购物啊。下面我们继续上2楼，大家看一下2楼的情况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2楼这里了。再看一下，现在2楼这边的人也非常的少啊，和1楼的情况差不多。下面我们继续上3楼，大家看一下那个3楼的情况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3楼这里了，看一下那个3楼的情况啊。看一下3楼这边的人也非常的少啊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是因为现在永东片区这边的入住率非常的低啊，且现在很多央企都没有正式搬过来，再加上这个地方离那个荣县县城有点远啊，很多人都不过来这边。博主李优志表示，在他去雄安之前，计划到雄安后同时打3份工。但是在经过多次面试以后，他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就比如说这个房地产销售来说，销售本来是门槛最低的一个职位。我觉得我出发之前，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做销售底薪怎么也得3000以上吧，他时间应该工作时间也稍微自由一点，没有那么多限制。但是去应聘之后才发现，底薪只有2000。当我看到2000这个底薪的时候，我说实话，我实在是震惊了，太震惊了。这现在什么年头了？我第一份工作是我刚毕业的时候，15年前第一份工作起薪是1800，现在过了15年，这个销售底薪只涨了200，只有2000块，实在太少了。我在那个白沟应聘的时候，他那个底薪稍微高一点，是3000多，但是他是一个需要出差的销售业务，他的那个差旅费标准是150元。我还问他餐补是多少，他说餐补包含在这150里边。10多年前我干销售业务的出差的时候的差旅费是160块钱，然后餐补是50块钱，也就是过了15年，我找的工作给出的条件还不如我刚毕业的时候，甚至还有倒退，这实在是让我有一些震惊。博主李有志说，更让他难受的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，有些工作他觉得自己能够干，工资低点儿也无所谓，但是人家不要他，面试完了就说等通知吧。他一听对方这么说，就知道自己根本没应聘上。他觉得中年人出来找工作真的是很无奈，也很悲哀。雄安的工作也太不好找了吧！今年刚毕业，在网上边看雄安的发展非常的好，我哭哭的，我收拾我大包小包，我就来雄安了。好家伙，先整了个房，1月1000块钱出去了。我寻思我赶紧我找工作吧，我哭哭的我就投简历，我投了半天。好，要么保洁导购，要么研究生硕士的国企央企，还有公务员。我算是发现了，雄安新区要么服务员，要么公务员，它的市场环境就是这样的。我真的很累，我现在都在想，我要不要回我老家工作，我要不要考研考个公务员。好家伙，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累，家人们，雄安的好工作到底都是谁在干呀？今天咱们就聊聊市岗的这个问题，市岗这到底谁发明的呀？好搞笑哦！我今年我跟你说，我出来工作上了几个月，出来发现外面都在市岗。
我以前从来没听说，我去了一家更奇葩，他家试岗7天，然后签了个协议，然后就说试岗7天，第4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不合适，他跟我说那试岗这7天的一个工资是没有，但是呢这个饭钱呢我就不和你要了。我当时感觉真的无语死了，我出来我是赚钱了，好像我还欠债了，欠了饭钱了。然后别的公司，结果那1个月我试了3家公司都不给钱，不是在试岗路上，我每天搭路费、车费，然后人力，然后搁那儿待1天，最后没有工资，然后被辞退了。现在行情都这么样了吗？我发现现在不光是我们主播试岗，好像会计呀，包括说各个行业呀，客服都在试岗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行情啊，所以说我现在彻底找不着工作了。今年来到雄安，现在来到雄安也不知道啥行情，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呀？现在是10点34分。10点34。没人卖粮油去，看看啊，看看他们这个通道，清清楚。我这是卖瓜子儿的，卖跟奶粉去啊，奶粉的，这是我那个，看看啊，看看，红当当。你说他们这买给谁去？在雄安新区做餐饮挣不挣钱？现在是中午11点半，好，我也要出去吃点东西，顺便带大家伙看看。现在这条街是雄安新区荣东安置区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，这是这条街上最大的一个大商场。这是荣东开的第1家肯德基，这路边上开的都是一个个的饭馆，大大小小。这儿是个火锅城，在这儿吃过，味道不错，但是就没人。站在这十字路口看看这个人来人往，车车辆辆，这人也不少呀。再往前走，这儿家还有好几个饭馆，这路边都是，看着挺高端的这么一个饭店，从窗户里边往里看没人，没几个吃饭的。这么大门脸，这一天消耗得多少钱呀？这要不卖个1-2-8千的，这日子是过不上来哟。昨天我劝走了3个来雄安的火星创业者。何为火星创业者？我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理想很丰满的那一种。昨天来了3个人，第一个告诉我，你们家有商铺吗？我想开个店。我说你开过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就想开？我觉得新区好，但是你能告诉我新区哪有人吗？我说大哥，现在荣东就是人最多的地方，人这么少，我能不能找以后人最多的地方？我说以后人最多的地方还没有建设，我说你还是多考虑考虑吧。大哥就走了。博主说，后来又来一个人，说他和朋友3个人想租个商铺开家公司。博主就问他，你们有实际的产业吗？他说没有，博主也把他给劝走了。后来下午又来了一位男子，问博主有没有商铺可以出租。我说你想做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我说你做过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做什么呀？他说我就想来新区开一个店。我说你千万不要赚你认知之外的钱啊！我说你算一算吧，你随便租个商铺，按3块钱算，100平米啊，交3年的房租，再装修，再上点货，你再雇几个人，100多万扔进去了。我不懂呢，大哥。他说你觉得新区不好吗？我觉得好啊，但是投资需谨慎啊。我是吃过这个亏，所以我不想看到你们吃亏，然后回家之后说雄安不好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